看过一个很搞笑的照片，室内消防栓那个红色的箱子，然后呢它有一个楼梯间的扶手把那个室内消防栓呢给卡住了，让那个消防栓箱的门呢根本打不开。它为什么楼梯扶手要这么做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那么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跟一个现象。以前我自己在公家单位懂的就是消防，不自觉啦就会有一些本位主义。我讲的是安全，我讲的是人命关天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有什么需求，你有什么困难，你都应该要为我让路。我觉得后来真正的去了解很多场所他们的实际问题之后，才发现人家是真的有两难。我讲的那种两难是他在不同领域当中，他都是为了安全这件事情做考量，可是是不同层面的安全。是的，是冲突的，只是因为不同领域之下，他可能两件事情的结果是互相冲突的。首先我觉得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，我们之前我都不断的在跟大家强调，楼梯间的防火门单向通行是可以的。对，你从楼层能够进到楼梯间，这样就行了。你从楼梯间进不了楼层，这是没关系的。为什么是无所谓的事情？是因为门是要往逃生方向开启。我们正确的逃生观念一定是从楼层进到楼梯间，然后往下走，走到1楼离开建筑物。你不会有从楼梯间回到楼层的状况发生。所以呢，你本来楼梯间进不了楼层，这就是无所谓的事。你这个防火门为什么不能从楼梯间进到楼层内？其实它最简单的考量就是防盗。可是我消防队救灾会不会不容易进去那个楼层？对啊，有可能啊，没错，这是你就要做取舍。我们有其他的解决方案。第一个，要把你的钥匙管理做好。就是我消防队一进来，我就是先跟警卫拿钥匙。第二个，消防队有工具可以把门给破开。好，那其实真的你说到底谁比较重要，这个真的就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它真的就是两难的取舍。那另外还有呢，这个窗户我加装铁窗，其实应变观念正确，你是不需要从窗户寻求逃生路线，所以铁窗根本不是重点。没错，真的逃不了，你要做的事情是关门，然后打开窗户让烟能够飘出去就好。你人没有要出去啊。装铁窗我甚至反而认为啦，它是一个防止小孩跌落的安全措施。还有以前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很搞笑的照片，室内消防栓那个红色的箱子，然后呢它有一个楼梯间的扶手把那个室内消防栓给卡住了，让那个消防栓箱的门呢根本打不开。它为什么楼梯扶手要这么做？我查到了一个相关的法规，它是建筑物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，其中有一条就是楼梯间的扶手必须要连续，不能中断。这个只是我发现到有这个可能性，不代表说他真的是因为这样，不代表说当时那张照片真的是这个原因。我只是说我们可能要去多方思考有什么可能性。我遇过几个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是觉得无解的了。比如说最近蛮多场所单位啦，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够帮我们讲讲防空避难的观念？说不是啦，我是讲安全的没有错，但是我是消防安全跟防空落差有点大呢。我说我真的懂的东西也跟大家可能差不多。对，所以安全也是有领域的，就像在医院每一个疾病它都是有单科在管理的，所以不是一位护理人员或一位医师他可以懂所有的病。但是有一个部分起码是我知道的，防空避难所他们的门必须是要往里面拉的，因为他会担心说我今天进了防空避难所之后，万一上方被轰炸，可能石头会压住门，如果你门是往外推的，你们会打不开。而这一点就跟消防安全的门的开启方向是完全相反的。那另外还有一个，他们是身心科的病房，他可能会有一些思觉失调，他有些可能是一些没有现实感的一些病人，所以他们的病房他们都会把门窗全部上锁。
因为他不上锁，他会遇到的第一个危险就是他的病人可能会跳楼，可能会逃跑，所以他上锁是为了安全考量。但是一般来讲是不能上锁。没错啊，你的逃生门是不可以上锁的。当时还跟我提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我今天这个门用那种电子锁，我只要跟我的探测器联动，我只要火警探测器侦测到火警，我那个门会自动解开，这样行不行？要主管单位说的算。后来我有去查了建筑单位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令，答案是不行。所以他要保护病人，但是他也会被罚款。没错，这就是我说的两难啊。他两件考量都是为了安全。前一阵子有去那个矫正署上过课，那当时其实我还记得有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他们监狱房间里面起火该怎么办？我很坦白的跟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我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晓得你们监狱有哪些安全规范，有哪些基础流程，这件事情不是我说了算。你问我说发生火灾怎么办，我以消防安全的角度，我当然是跟你讲门打开了让人出来啊。对，但是你这是监狱，你能不能这么做我不知道。这件事情要解决的话，一定是我们双方坐下来一起讨论。所以这也呼应到前面了，我们其实真的不应该本位主义，我们真的要为一个场所量身造它的应变措施的话，一定是我们双方坐下来，我们讨论，能够配合你们实际运作的情况下，去把这件事情给弥补起来。这个绝对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想。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么希望呢，今天的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另外，大家有遇过任何对于安全有相冲突的例子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然后呢，我收到一封挂号信，是矫正署寄给我的，是关监狱的，是管监狱的。我心想说，哎呦，该不会是我要被抓去关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是因为你上次要求要看人家巴士？对，我想说，难道是因为我要求要看人家巴士囊肿，所以我终于要被抓去关了吗？矫正所也太有礼貌了吧，他还要寄挂号信来，还是说请你在几月几号来报到，对不对？